大家上午好，今天是5月27号。那么今天上午咱们这个视频主要来聊一聊美国股市的三大指数之一纳斯达克。这个品种也是来自咱们的社群约稿，大家都对这个美国后期的整体走势股市的走势非常关心。那么今天上午我们抽一点时间来具体分析一下纳斯达克指数的一个波浪形态。从当前这个周线图来看它最早出现在是1985年从1985年到目前为止来说的话，整体是处在这个牛市一直都是处在这个牛市当中。目前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已经运行到了最后一浪当中当然最后一浪可能还没有走完，但是毕竟这是周线的图示，所以后期向上整体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跨度。下来我们就步入正题，具体用波浪理论来分析一下它整体的一个上涨波浪形态。周线的大一浪回撤的大二浪，然后整个这一阶段都是大三浪，再次回撤，这是大四浪。目前等于说是处在第五浪当中第五浪当中，一浪、二浪、三浪，这里是四浪，当前处在最后一个第五浪当中。那其实现在我们需要重点研究的就是最后这个第五浪的内部，它是运行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我们先将时间跨度调到天图，这个第五浪的起点是在2022年的10月中旬低点是10440。从这里开始，纳斯达克步入了最后一个第五浪上涨当中。在整体的走势里面，起手我们可以看到是走出了一个引导楔形这是五浪一，之后是出现了一个二次回探，这是五浪二、五一、五二，之后这个五浪三它的内部是又发展出来一个五波的一个结构，五三当中的次浪一、次浪二、次浪三、次浪四，一直到这个次浪五，最终是结束在2025年的2月中下旬，高点是5个2， 1、2、3、4、5，整体的这一波走势就是它的五浪三全部运行完毕了。之后呢，市场迎来了一个快速的一个下杀，这波下杀可以看作是五浪四。那首先我们先要看到它一个回撤的一个比例关系，可以看到这一次的下跌调整是非常的深基本上是临近了黄金分割这个 0.5 的位置，也就是16400 16400。从这里市场再次进入到了新一轮的上涨当中，这里走出了一个三波形态调整，那么这里就是五浪四。从这个低点开始往上，其实已经处在这个五浪五当中五浪五当中。那具体我们就是来看一下这个五浪五内部的结构运行到了哪一步。从目前这个整体走势来看这其中的这个子浪一是已经走完了，之后向下回撤，走出了一个三波调整，这个子浪二。那当前是处在这个子浪三当中子浪三当中。然后我们再借鉴一下波浪尺，看一下这个子浪一和子浪三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可以看到子浪三当前是已经运行到了子浪一 1.382 倍的这样一个位置。那此处是有结束的可能的此处是有结束的可能的。那么我们还是要再看一下黄金分割。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这一次的4小时级别的子浪三它走完了，那么当前就有可能是运行在这个子浪四的调整期，子浪三，那么目前就有可能是运行在子浪四的一个调整期。但是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子浪二它走出了一个三波比较深幅的一个回撤走势，那么这里的子浪四按照波浪理论的一个交替原则，它有可能是走出一个横盘整理的一个形态。那也就是说这里的调整可能不会太深可能不会太深。那下方整体的支撑，我们首先看是以上这个红色区域，大致的位置是位于20300 2万整，这里可能就成为子浪四近期调整的一个目标位也是它的一个相对低位。
从结构上来说的话，既然是横向横盘整理，那么这里大概率会出现两种形态，要么是三角形或者是平台形，这两种的调整的形态概率是最大的。那因此近期我们主要就是等待这个回撤到位，等待它这个平台形完成。如果三角形的话，它整体走势可能相对来说会是出现一个类似于收敛这样一个走势，当中包含 A、B、C、D、E 5波走势，所以说大概率就是以上两种。等这个平台或三角运行完毕，也就是代表着子浪4的调整将会结束。子浪4的调整结束之后，那么将会迎来之后的最后一波上涨走势，子浪5。其实现在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想要操作相对较大的波段机会的话，那只能等待这个子浪4的调整结束那么也是需要大致一定的时间，可能需要2周或者不到2周的一个时间。关于时间的一个跨度，我们其实可以具体的参考一下上次子浪2的一个运行，1、2、3、4、5、6、7、8运行了8天8个交易日。那这一次子浪4的调整，那大概率是等于或略大于8天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等这个调整结束之后，我们可以去参与最后一个子浪5的上涨。那么这里就是目前预期最大的一种走势预期最大的一种走势。当然我们也要关注自己的一个防守，因为任何一种交易模型，它都是其实说白了都是一个概率，找到概率最大的一种方式去操作。那么下方我们也要关注它的一个防守，短期防守主要关注黄金分割 0.5 的位置，也就是19500，中期的防守位置是在19100。那也就是说，如果是向下跌破了19500，那么我们做多的思路就要考虑离场了。当然这个时候我不一定会反手，因为只有跌破了19100我才会考虑反手，因为 0.618 这个位置一般是代表着一个强弱的一个分水岭，这里跌破，那么后期走势大概率会朝着前期的低点位置去运行。比如说这个子浪2的低点17590，或者前期的低点16500附近，那么概率都是比较大的那么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品种，也可以继续留言。咱们主要研究的品种是美股、港股、期货、数字货币以及金油。目前因为政策原因，国内的 A 股市场咱们暂时不涉及。以上就是今天上午关于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咱们所用的波浪理论，包括它的形态，咱们给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构架剖析。好，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